由近百名各界人士所发起的守护香港集会，在昨天的下午5时至7时，在金钟天马公园举行，成功吸引了31万人参与。大家呢还在结束前共同宣读守护香港的宣言。而小马看了直播过后，让我感觉一个字，就是爽啊！这代表着香港大多数的市民还是期望和平安定的心声。我们知道，在过去1个月多来，多件发生在香港的暴力事件，都是以游行和冲击，在破坏着香港各个地方的安宁。连身为局外人的小马，甚至大家都清楚知道，香港不能够再乱下去了。何况是那一些生长在香港的当地人，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们聚在一起，坚决向暴力说不，说出他们的声音，要香港政府严正执法，守护一国两制、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则。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21日，这里是小马识途，不是老马糊涂。小马每天和你聊一则你感兴趣的时事新闻。新朋友的话，记得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让小马带大家回顾昨天720守护香港集会的细节吧。昨天在大约下午3时的时候，已经有大量身穿白衣的民众呢抵达了金钟，而这一次集会的重点更是由阿叻哥陈百强和肥妈2位艺人呢担任这个主持人的。要知道，上一次几位香港站出来的艺人都受到了很多的抨击，包括影帝梁家辉、校长谭咏麟和这个钟镇涛等等。所以这一次小马特别感谢这2位艺人愿意挺身而出。而在2个小时的集会里面，其实有多个重要的环节，小马和大家分享其中一个，就是反暴力撑警察的活动。而2位主持人就带出了社会最近就出现了很多的暴力事件，而警察在尽全力维持社会秩序的当儿，很多警员因此受伤，可是却没有获得大家的体谅。所以这次集会特别放了一个诉说受伤警察他们家庭心声的片子，希望透过大家给警察打气。然后呢，小马也希望和在场的人士观众们传播一个信息，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香港某部分的示威者他们暴力的程度已经不能够被接受，警员们在工作时只能默默地在前线挨打，他们回到家后也不敢和太太和他们的孩子说一句，因为怕他们担心。然后我们也看到警察也好，家属也好，他们子女也好，他们整个的人身安全都非常的危险。所以我希望香港的朋友们，我呼吁大家必须支持警察及家属，然后呢也确保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们正在被社会上很多的人在霸凌。所以阿水咩的我嚟撐你。所以在活动里面也有这个前警察一哥邓敬成呢，就带了多名退役的警察及警察的家属上台讲话，他们一起谴责袭警、违警、辱警等等这些不法的行为，都在为警察打气。而昨天的早上，我看到一个新闻更让我感到震撼，就是香港警方在荃湾的工业大厦破获的一个武器库里面竟然有这个爆炸品，而警方甚至不排除呢是和示威者有关的。那么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些示威者下一步是不是打算进行恐怖分子一样的袭击？小马的心里面我希望不是，可是呢还是呼吁大家要谴责暴力，谴责那一些指鹿为马的立法会议员和挺示威者的人士。另外呢，在集会里面，身兼行政议会成员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也表示，有警员和家人被起底，甚至遭到了歧视，他们目的是希望打垮警察，令到香港失去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们认为呢，市民应该要看清事实，不要参加有任何暴力的游行和集会，不能够颠倒这个是非的黑牌。小马认为呢是说的特别的对，因为国不能一日无法，家不能一日无主。如果没有了警察，那么由谁来执法？谁来保护香港市民的安全？真的要像那些示威者一样，让他们来执掌香港的安全吗？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
艺人陈百强和匪妈这个 Maria Cordero 在担任主持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一次为什么他们会站出来？作为一个前辈，匪妈也语重心长的说，虽然他家里也有支持和反对修例的人，但是呢，他最希望呢年轻人不要打破这一颗东方明星。他在家里也努力着和他的家人争论。当然，他也说了，香港搞事的其实只是小一部分人，这些年轻人呢就被人教坏了。而作为老人家的我们，要多多和年轻人沟通，慢慢影响他们，唔得未傾都得咯。所以另外一方面 ，LEGO 陈百强也说，搞事的其实只是少部分人，可是他们影响着大家。他担心他们搞不清楚状况，被人利用啊，所以呢是他非常担心。还有呢，他是认为呢，警察因为这一场政治的事件成为中间的模型呢，让他感到非常心疼，所以唯有站出来支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谨守那个岗位。而令小马感到有一点欣慰的是，这一次集会当中也有多名的年轻人在台上发言，其中呢就包括了香港大学的毕业生郑振熙，他当初曾经组成的这个内阁参奥了来参选港大的学生会会长。他这位作为年轻人的代表，他说有小部分人使用了暴力，但是却被年轻人拥戴。其实这证明了香港法律机制并不能够有效的惩罚他们。他说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指出透过暴力和违法的手段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所以这也是整个集会其中的一个亮点。不过呢，可惜就是这些理性的年轻人在香港还是少了一些，所以小马希望呢需要更多的力量去唤醒身边的年轻人，就包括之前黄之锋的这个判刑才几个月，其实很多人的不满，有必要去重新探讨一下香港的法律机制的这种修改。好，然后在整个的这个集会当中，其中一个最争议性的课题就是这个一国两制。前立法会主席形容呢，其实香港正处于在97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呢最严峻的考验，所以希望大家守护好香港，要守着这一个一国两制，因为现在要破坏这个一国两制的人是属于狡猾的，不择手段的，他们甚至把自己蒙起面来，所以呢，大家务必要小心。然后一国两制虽然有这个深远的历史背景，不会在短期内被消灭，但是作为长辈的他，希望在场的大家要有这个长期奋斗的打算。而小马也非常的认同，因为我认为现在香港的问题并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够解决的，这是几十年所累积下来的，到现在或许看不到任何答案，我们只能够一步走一步。而你问小马，我还是看不到任何的方法，我只能够随着时间从旁学习和见证整个香港的发展。而在大会的背后呢，大会也宣布这一次总共有 31.6 万人出席集会，而警方的数据呢，就大概是最高峰期的时候有10万3千人参加，而这也是整个集会的重点和小马的报告和分析。然后最后一个新闻要和大家更新的就是7月1日有份冲击立法会的暴徒们呢，他们一行人60人已经准备到台湾呢寻求这个政治庇护。根据报道呢，其实其中的30人已经飞抵了台湾去暂避这个风头，还有剩下的30人已经准备逃亡在台湾。据说因为在协助的中间人其实已经跟台湾的陆委会接触，寻求这个庇护，并且呢获得了这个逗留的这个条件，所以呢他们是寻求着这个靠山。也有人说台湾对于这些人呢，他们现阶段将参考这个零容积的方案，让这些人不断延长居留在台湾。所以呢，大家想不想小马聊这个事情？如果想的话留言，然后在明天呢和大家讨论一下。好，再接下来更新小马自己本身的消息啊。所谓入窑知马力，日久见人性。我在昨天就发了一个微信2维码，就开了一个女性的专属的群，很多人就怀疑小马有一些不法的一些什么企图啦。其实小马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的频道大部分都是以男性80%以上为主，有20%是女性在看我的频道。可是呢，
我也希望呢，让有一个平台，让女性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理性讨论，把她们聚集起来。就像我们去停车场有这个女性专用的这个 parking lot， 在列车也有女性专用的。因为如果在普通的群组里面，比如说100个人里面，可能只有3个人是女性，她们可能就会面对到一些问题。甚至我有一些观众，因为在一些沟通的群组里面，受到一些不好的对待，他们就自己离群了。所以我在探讨着有没有这个群的这个需要，所以呢，我在这里也稍微交代一下。希望如果有一些朋友们，你们觉得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私底下联系我，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讨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拜拜。